本节目由3亿年轻人都在玩的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不开心就上 Soul， 上 Soul 秒开心。本节目由少年护眼官沙普爱斯联合赞助播出，守护水润明眸，共赏无尽夏日。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是接到了一个品牌方的邀请，要求有7个人的队形参加一场线下的活动。品牌方给出的关键词呢是青春、少年感、活力、阳光。我们会以这个标准选出一位最能代表少年无尽夏的同学。听完大家也 get 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7位。7位哦。所以呢，我们今天会根据我们的主题曲的表演，我们会选出7位。我们会先10个人一起跳一次主题曲的，由程潇老师选出能力相比较没那么好的4位同学。这4位会单独的再去表演一遍，然后程潇老师会选出4位中相对较好的那一位加入7人组。因为你们也经历过一次一起跳，老师去看谁这件事情，你们是知道的。吸引住眼球的那个人非常关键，非常重要。所以把今天下午所有的内容迅速消化，一会儿在表演的过程中运用起来，好吗？好。然后因为程潇老师会走着去看，所以尽量把自己的位置打开。对。准备好了吗 ？Yes。OK， 来音乐 ，Let's go。灵光残黑夜，用热血锻造安静，一束灵光破拂晓。我们的时代已来到，横扫星空闪耀，4年8分号角，接近真理，燃烧我的年少。世界规则涂了有血，一座黑夜压着我的热血。在努力的瞬间，正好无效风雪，一轮明月照亮我的世界。头顶疾风之紧靠，我们的时代已来到，这世间成浪潮，在后左右围绕，我会永远做你的骄傲。灵光带来破晓。啊，休息一下，蛮累的。OK， 跟你以往评价对不对？我看看啊。哎呦，厉害！差不多。厉害啊！棒！那就起立吧。那我觉得我还会再想看4个人，那我就直接说名字了哈。好的。一个是吴涵，然后是小吴，然后是伯伯，还有多多。OK， 所以你们4位要再进行一轮表演，程潇老师会从4个人之中选出1个，加入7个人的此次品牌方的表演。那么剩下没有被 Q 到的6位，现在已经确定加入此次表演的行列，暂且休息，去坐到后面。然后我想插一个题外话哈。好，安仔，你跳得很好啊，你为什么那么不自信呢？你跳得挺好的呀。安仔刚才他们跳 Dance Free 的时候，这一块的时候，我感觉安仔把命都用上了。对啊，很棒啊！安仔很稳定，现啊、在，其实这边跳状态应该是最好，因为身体彻底打开了，对。
你觉得谁会胜出？太难了。我觉得多多大概率会，但是如果说老大和小小明超常发挥的，我看看。音乐准备，3、2、1 ，Let's go！ 灵光爆不响，我们的时代已来到，很少星空闪耀，每分两把分好笑，接近真理。Yeah， 天地人逍遥，随着这年少时，随着这年少时，我把它填满。哇！哇！哇！哇 ！Come back to life。吴涵，你不能每次有老师过来，你永远都是这个状态吧？反正我不跳了，我让给他们，我说我让给他们。我也不想成为第10名，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做。你不能一直逃避跳舞这件事吧？I'm a survivor. Even if I fall, I'll be up again, 'cause I'm a fighter. I am a fighter. I am a fighter. 老大，你跑！哇，真牛！真牛，太牛了！直起鸡皮疙瘩。哦，多多懵了，他们3个懵了，我懵了。多多坐在大石碑上面。对，他们刚刚跳过去的时候，看到老大跪下去的时候，懵了，他们懵了。他太帅了一下。吴涵下地的那一瞬间，我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好感动啊！你跪下那一下，我都第1把。就是太恐怖了，就是那个蜘蛛侠把那个火车拦住那一段，你知道吗？2个主持，我都懵掉了。我看到他那个做这个，我就感觉样式不对。他跟我说他之前要学这个东西，他砸下去一瞬间，我。你敢不敢把你们中间那个在地上那个姿势交给我？哇呀，起，哇，好，切，哎，好嘞。哦，好，接上来了。哦，好纠结啊！你现在纠结的是谁和谁？我是觉得多多是可能完成度最高的。多多、吴涵，然后小小。我明白。啊，算我不评价，我不印象。好，那让我们程晓老师先纠结一下啊，给他点时间。怎么办啊？你觉得呢？我觉得你其实就凭自己的感受去选，因为本身就回到我们原本说的那个点，谁足够吸引目光？因为你想，我们一群人上大师课的时候，老师选人出来那个跳，老师就是选的就是我在谁身上的停留的时间更长。我们去从4个里面选一个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说做到绝对客观，因为选看根本他就看不过来，所以就是凭你的感觉来。好难选啊，好难啊，这个节目。我已经把我之前的经验全部分享给他了。我选吴涵，我选吴涵。太牛了，牛了，老大，太狠了，太狠了，兄弟！恭喜哇！
哎呀，不容易，不容易。他之前在上次我们在看他们训练之前，他之前这个舞都拉不下来。其实我最痛苦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来，我发现我每一个人都跳不过，我每一个人都比我厉害。那吴涵就是自动归入到第10名。我也不想让别人成为第10名，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说。吴涵，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想要冲刺的站位，去站到那个人的身旁。前段时间突然开始发力，然后上一次他跳出去吓我一大跳，我真的觉得变化非常大。别，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但还是第10，然后我就说，可能你再努力，可能就不一样。结果这次真的创造奇迹，哎，还是想跟大家说，这就是准备的力量。今天吴涵就算跳了那段 dance break， 但他完成的也没有很好，但他就是给了别人惊喜。那一瞬间，4个人跳的时候，他就是把程潇老师的眼光留在了他的身上。所以准备努力，这就是今天带给吴涵的反馈。所以希望你们把这个永远记在自己的心里，时刻准备着，时刻努力着。吴涵做得很好啊。我觉得我今天我觉得对得起少年2个字。进综艺前，因为总是大家都说我像没有少年感，这段时间我从每个人身上都学到了每个人身上不同的点。我觉得少年就是我们每一天被击碎，第2天我们又看到太阳，我们又爬起来。我们今天再次努力，挥洒汗水，这一切就是少年应该有的样子。我也谢谢大家，就是帮我一起重拾了我的少年，谢谢。你今天没有任何技巧下地的那一刻，很拼命的样子，就是最少年的样子。所以我觉得保持住那个拼劲儿，保持住那个不要命往上爬努力的那个劲儿，那个就是少年该有的状态。是，好吧？好，加油！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都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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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好。说点扫兴话，不能再那样跳了，很伤膝盖啊！找技巧去下。之前刚学，我技巧没学会呢，下次不会了。你早就这么学，这不早跳下来了？是，我自己的问题。就差这逼你一把的。是的。恭喜吴涵！来，4位先回去请坐吧。那我们现在已经选择出了这次活动参与的7个人，但是还有一个环节是品牌方要求我们要选出一位代表少年无尽夏的同学，所以我们会再去从7个人中选择1名代表少年无尽夏的同学。当然了，这个是自愿制。假设7个人都出了，那我们就从7个人里选1个。如果是5个人出，5个人里选1个 ，OK 吗？大家听明白了吗？想去挑战获得此称号的，请举手。请举手。1 2 3 4 5 6。吴涵都到这儿了，你举呗，还差这一下了。举，我还举。就是啊，你都到这一步了。那我们就是7个人一起再去进行一轮演绎。那我们就是到接下来的环节了，准备好了吗？好。来，3、2、1 ，Let's go！ 灵光残黑夜，誓言难忘却。10年点燃我血，用热血锻造安静。爱从灵魂破不下，我们的时代已来了，我很早星空闪耀，10年把烦恼消，借着真理把风暴海啸当作拥抱，那份地都闪耀。青春沸腾多少 ？Yeah， 天地的逍遥，选择真的杀死，万八千万。
Running through the summer with me, never any summer leave me。在炽热的夏季，从陌生到熟悉，苦后的勇气就藏在你的朝夕。Running through the summer with me。停住啊！然后这边一个白墙，你的身后再来一下，做跟他做的一模一样。太攻击了！看你了，打我！我错去！我们一定会再相遇，因为夏日无世纪。好棒，好棒，好棒，好棒。OK， 那我跟程潇老师现在要公布我们选出的少年无尽夏代表的同学，然后我们最终选择的同学是林实业，林实业，恭喜！所以由小林担当少年无尽夏的代表，然后与其他7位成员一起参加品牌方的这次活动。小林是我见过最努力的学生，没有之一。因为之前有一次你问过我，你说你觉得你们几个里面人跳舞谁有天赋，然后我说了2、3个人，但我没有说你的名，我当时其实有点后悔啊，就我怕我的那段话成为你的否定，但是他没有，但他就是第2天练得更猛了，就更努力。然后那一刻我觉得真的很厉害，然后我现在想纠正那段话，就是我可能没有觉得你跳舞很有天赋，但是我觉得你是努力上面的天才。我觉得努力这件事非常非常的难，因为努力你要耐得住寂寞，你要能承受没有正反馈的痛苦。我觉得能坚持努力的人很了不起，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你是那个天才。而我们现在刚才说的像少年感、青春、活力，我觉得这些词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和概念，但是我觉得不变的是，我们的人每一个少年他一定要有的特质就是努力向上和坚持。我觉得这一点你做得非常非常好。我想把我的那票送给的是那个每天凌晨4点给我发消息问我这个舞怎么跳，和过年的时候还在给我发体能视频的林实业。我觉得那个努力的你值得一个这次的回馈，所以辛苦了。然后后面好好继续加油，好吧？把各方面能力都练起来，加油！然后我没有想说，因为我们这次基准并不是说谁跳的最好来去评比这个标准，也没有否定你们任何一个人的意思。我觉得如果以后大家舞蹈上需要的地方，还是可以找韩静的，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基础上面就是会比你们要好，但是其他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值得学习的一部分。外面的世界很大，你这个时候你可能没有拿到这个机会，但可能你去到真正外面真正的市场上面，有很多人都是认可你们的。然后我也不觉得在这个地方当第一名的在外面就能当第一名，也没有永远的人能站在金字塔尖上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一直努力的去学习是一个不会错的事情。然后我是希望大家能够越来越好，就出了这个节目走到大众的视野里，在市场上也是能够被大家认可被大家喜欢的人。是的，谢谢老师。OK， 那我们今天的所有内容就结束了，大家好，回去休息吧。还有刘老师 ，Go。摸眼眶。是不开心。
今天状态太稳了，课前我还担心前2天会影响到你。我想就是逼自己一把，因为上回就真的坚持下来了，发挥的真的特别好，希望我们以后一起加油。 OK， 来，那我先走。 OK。原来在 SOUL 的瞬间广场记录了我这么多成长的瞬间。从决定做演员的那天开始，有太多的情绪不知道跟谁说，所以选择在 SOUL 记录。本来只想找个地方碎碎念，没想到收到了好多安慰，谢谢你们，也鼓励和我一样在追梦路上的朋友们不要着急，每一份努力都不会白费。别这样，别那手，不是，我看到我刚才出来那一下，我感觉我不好交代，我不知道。别这样，别哎，我能不是我刚才我本来可以忍住的，我刚才一出来，我看到有人拍，我就是忍不住了。然后呀，我知道，我其实当时也没在意这个结果，但是出来的时候我其实也不太舒服。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我知道，没事。但是就是每个人跳有每个人的不一样的感觉，我跳是一个感觉，你跳是一个感觉，任何人跳都是一个感觉，不一样的感觉。只不过今天主题刚好是这个感觉了，对吧？是不是？是，你这么描述确实是。我知道，我觉得小林他拿这个没问题，没问题。真的。那个难受，我抓你难受一点。You know what they say is better that way, so you better listen. 不砸坏了，安仔，快！我知道哪里有个冰块。冰块？对，那太好了，我手都砸肿了，看没？哦，又冰，这不能吃。什么？这不能吃？不是，这对啊，你敷着。哦。不容易，没有，非常不容易。给，这支烟摆太久了，但不要受伤啊。用这首歌呢。好了，不哭，不许哭，给我笑。多多要睡了，你可哭了。多。但是我跟你说，你到时候去舞台表演的时候，你一定要练好。我肯定练好，要不然7个人中就你一个人不一样。对，我知道。我不会，我是最不会的朋友。你又不要 dance break 啊！就是所有人6个人前面是6个人的 dance break， 我在后面这样，逼得我必须要学舞海。让我看跳。对啊，7个人只有我要做这个，贼搞，逼得我要学。应该是这样。这次我和多多还有国王没有，我说了，多多的人设还不够立体，把头击碎一次，让他彻底人物立体了。老大，你今天太成功了，成功的击碎了我们多多。多多，快抓住现在情绪，快去痛苦一脚，快点！人设，我给你铺的路，我给你做的人设，你快点啊，快点啊！你是喜极而泣吗？老大为了你做的这一切，又爱又恨的。又爱又恨，我。得，我觉得你飞的那个也不差啊，但是你没想到老李那么狠，是吧？兄弟，真的，你跪下的那一下，我真的我鸡皮疙瘩起来了，我真的我眼睛湿了。对你不信那会儿我就知道包是你的，你知道吗？包是你，真的。少年无年下，其实就是逼你，就是拼你，就是拼你。
你保住了，我没保住。但是你那天一个人追那么多人的时候，我也绷不住，真绷不住，真的吗？真绷不住。我幻想了一下那天，简直前5名都是正经的，我真的一直在打圈，你懂吗？你像个牛一样，最后硬挤出来的力量，真的是。我知道，主要是上次路演的时候我不是站05吗？我懂，挺开心的。完了这回我就是掉了。然后刚才出门的时候，有人拍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有崩口，就是有心情了。刚才，我就觉得有点丢人，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有点丢人。不丢人，丢人什么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风格。今天主题是这个风格，陈晓老师不也说了吗？如果他是比那个，只是单纯的比技术来说，比基础、比水准的话，那你当之无愧。确实是没有那么上天感，我像一个牛一样。那有可能下次是你这种类型的呢？下一次万一跟牛有关的，牛有关的，真正的牛有关的。太逗了，疼吗？疼啊，很疼。我肾咋的？膝盖硬咋的？行的，可以的。虽然跳的不标准，但是把这个气势练出来。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今天跟你说的没错吧？你只要搞出这个气势来，你包可以的。我还得再练一练，还得拉你们俩练。机会来了就得把它守好。哎，我现在我不敢想多多该怎么办。本来多多是稳的。我跟你讲，多多真是被你装傻阴了一手，多多都懵了，被我装傻阴了一手。我真没想到老大会这样。我知道他在练 Dance Break， 我肯定不会睡觉。我还在底下练那个 Dance Break。我们前面就在睡觉，然后我们前面在睡觉。今天我不一样了。有点心虚了，陈哥哥。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来。那确实对付他。对，确实没话说，这是他应得的，这是他应得的。再怎么样，我彻底理解的那个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跟你讲这句话，我跟你讲说的，我跟你说，人教人没有用，事教人才有用。武汉，钱多多，武汉，你在哪儿啊？滚过来！你在1楼吗？我教训一下你。哦，朋友们好像不会跳 Dance Break 就坐在一起了。我真没想到，学一下吧，朋友们。难兄难弟们，咱把那个学一下。马上就学，我打死都没想到老大会突然跳。选到你了，这波真没选到。不是你们3个干嘛？你们感觉要揍我呀？对啊，哒，很帅。我就跟你说，你下午就不应该睡觉，你也跟吴涵一块把那个 Dance Break 学了。我没想到，噎了你一手，兄弟。我没想到老大就是那个危险又迷人的反派角色。叫你大魔王！人生大选就失败，我每次都成功上来，就差最后一步，每次都有股神秘的力量把我拉下去。每次上一次成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没有成功过。那你今天有没有想到老大能跳出来？我做梦都没想到，我以为老大是摔倒了，要不我就扶一下他。发生什么事了？结果不是，我第一下回头看到老大在敲地板。Yes。喂，老妈。哎，儿子。你干嘛呢？你知道吗？我今天在忙，所以之前都没空给你打电话。你猜我今天跳舞，我从来没有得过第一，我这次终于我拿到第一了，你知道吗？
你看你问老爸什么时候打完，让他接个我电话，我已经跟他很久没有联系了。对呀，爸爸也加你。快点，让我跟老爸说个话。哎，老爸，哎，怎么样，老板？林老板干嘛呢？最近还不错啊，你怎么样啊？今天30号是我正常来说开毕业照的日子，但我今天其实也能算种毕业，就是对我半年以来这种也算是一种毕业了，就是拜拜，挂了，拜拜。今天是4月30号。毕业快乐！我今年也算是毕业了。本节目由3亿年轻人都在玩的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不开心就上 Soul， 上 Soul 秒开心。我现在在家呢。你们都回去了？对。真好。你现在在哪？我在上海。我好久没回过家了，真的好久没回过，我感觉2个多月了。我不是这样。哦，都是你同学吗？都是我艺考的同学。艺考的同学，你觉得他长得有喜感吗？这光不太好，你感觉他长得光不太好？我要在你旁边。你感觉他长得有喜感吗？你神经病啊！你听他唱秒针转动滴滴答，秒针转动滴滴答，我好尬，天天跟你朋友搞这个。哎，什么时候结束啊？我们去学一下那个吧。学什么？我教你。OK。我也来打个电话。该说的时候，不该说的别说啊。哎，这是咱师弟。这个是。Hello。这是他是225的。哦 ，Hello，师哥。他现在是一个3好学生，3好少年，你知道吗？现在不是3好少年。连听很厉害了，连听。你觉得我最近？你觉得？等会，你先不要说话。你有没有觉得他长得很像一个什么人？你知道他我像谁吗？我打字给你，你觉得像吗？我跟你讲，我跟你说，你和他是我见过笑声最夸张的2个人，夸不夸张？够不够夸张？不要搞了，我教你，多多。什么让我教你啊？小鹿在笑啥？在笑你吗？小鹿在看我们吗？没有吧？会不会在看你？不可能。谁在笑？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说他笑声太夸张了，后面已经习惯了。我现在也慢慢习惯你了。不是，你到底是谁在笑？小鹿啊，你不觉得这个很好玩吗？这我朋友。Hello， 我是小玲，你好。你知道吗？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当时跟他玩的时候，他那个就是裤子他会提上去吗？还是会露那个？好变态啊！不是谁在笑？谁在跟我们一起笑？谁在笑？这个也是在笑。我不知道，他们每天都这样，每天都在笑，我真不知道在笑什么。好快乐啊！很快乐，而且他们年纪都很小，你跟他们在一起感觉就变年轻了。谁在笑？我之前哪边在笑？有人跟我们一样在笑。小你再笑一下，是你们在笑吗？在笑啥？这么癫狂？天底下比你有意思的人去哪找？比你还搞笑的人去哪找？不是，到底谁在笑啊？去看看。真是。谁呀？谁在笑？在哪儿偷笑？你到底在笑啥？笑啥？他笑啥？
人和人的悲喜并不相同。小鹿，好，你过来。我给你介绍我的朋友。阿姨你好，陆亦成，陆亦成。Hello， 阿姨， Hello， 阿姨。阿姨你好，这是我的。不是。剪掉。这是林实业。阿姨好，阿姨好，我姓林。Hello， 阿姨好。可以看个五官非常立体的。阿姨，我给你运镜一下，前置就特别帅，特别好。哎呦，哇！你看我妈还这么关注的，我看。他是吴涵吗？我妈，你妈？对我妈。阿姨好。哇！快逗，太厉害了，无敌！说明我们补照片啊，可能是阿姨来了，可能是阿姨比较爱我们。没有啊。对啊。那你今天早点休息好吧？对吧？有去打视频吗？是。你跟谁打的？这是谁？这个不就是那个叫吴继然吗？对，是我。怎么样？阿姨是吗？他是王子啊，我都说他像好像以前那个富贵出来的那个王子。谢谢阿姨，帅了。你怼那么近干嘛？给你怼的脸大点儿。那年盛夏，心愿许了无限大，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 FM SNWJX， 倾听少年的心事。Ladies and gentlemen， 哇，他说话好有那种感觉哦，声音好好听。好吧，那我就聊一聊吧。我聊一聊我为什么做演员这一行吧。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梦想就是想要做一个闪闪发光的一个明星吧，被大家看到这种感觉。包括我觉得我现在适不适合做演员，我自认为我觉得还挺适合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得就是解除掉一些我自己的不自信啥的。大家应该能看出来，我是一个不够自信啊，然后各方面就是做点事情我就会，比如说跳舞啊也好，表演也好，但我会说这种话，我就觉得有点尴尬，所以我也很不愿意把自己这种内心的话说出来。我说实话，我现在脸都有点红，说这种话。但说实话啊，我没有想过我会来跳舞。吴涵，你聊聊你对舞蹈的见解吧。对舞蹈的见解，我没什么见解，有什么见解？就是我一开始单纯来说，我就是不喜欢。虽然我知道我自己可能也没有说那么没有天赋或者怎么样，但我发现你最近的舞蹈表现，我感觉你是找到了一点自信了，这是为什么呢？怎么变成访谈了？对啊，怎么变成访谈了？这不是电台吗？我想知道你这个，你能不能告诉我？没有了，就是，你们知道那天那个第10名那天吗？那吴涵就是自动归入到第10名。其实那天我非常的难受，因为我特别不满这个只有一个人没有这个位置的这种机制。我崩溃掉了一个点，就是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一个人站在这个第10，我觉得我都无法忍受，我会非常难受。那老大为什么选择第10？因为我觉得我花的时间比大家少，我肉眼可见的，哪怕我们倒数3名，我觉得他们花的时间都有比我多，虽然他们可能真的比我还不协调，比我差一些。但我就是真单纯的我不同意啊！我不同意啊！小五专门因为你这句话醒了。俺们咱几个就别比来比去了，半斤对8两。但其实我说实话啊，就是我的感受就是我没有想过我会跟大家相处的这么融洽，跟大家认识之后，这是我真正的内心话。认识之后，我觉得是大家是有治愈到我的。就让我从一个就是天天在家闷着不爱出来玩的人，不爱出去吃饭社交的人，不爱群体活动的人，我现在可以就是有的时候我甚至愿意跟大家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啥的。
我们上的魅力。And powders of dreams cry. 哦，这一点我觉得我要谢谢一下大家。德子哭了，别搞，给德子拿点纸巾，德子哭的不行了。拿点纸巾给德子吧，我求你了，他们骗你的，我没有哭，但是我听进去了。哎，我知道，流一两滴眼泪很正常嘛，可能就是共情，好吧？我现在只有一句说，就是我希望最后这个综艺之后，大家都会有个比较好的结果，满意的结果。时间差不多喽，我的电台结束喽，晚安。哇哦 ，All right， Hello，OK， 欢迎收听 V 用有话要说。OK， 其实这段时间让我产生了今天的那个主题，叫我适合去做一个演员吗？为什么？因为我一直在被拒绝，无论是试戏啊，还是线下建组。我得到的大部分消息就是好，我们加个微信，然后下次有时间我们一起合作等等的。我大概也懂什么意思，就是时间久了，我就会产生刚刚那句疑问，叫我适合做一个演员吗？好难，这怎么这么难？就是我在第几期节目的时候，我说了一句，就是上帝给我们关上的门，我们要给它踹开。但是我发现上帝给我关上的门，踹开倒还有些可能，但是生活给我的压力以及生活给我的那种难处吧，我被压得喘不上气。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在想我要去做什么呢？我要去做什么职业呢？为什么我就是完全一个找不到工作的状态呢？然后我遇到了你们，然后我在这个综艺的过程中，其实你知道，虽然我不能说是每天都在崩溃，但是我肯定是3天2头情绪会非常低落。我对我自己名字不满意，因为就是我真的跳的不如别人。我怎么演我才拿到第一？你告诉我。虽然说综艺给我们带来的感觉很痛苦，但是我回想起当时那种没有工作，像无头苍蝇一样，每天就是可能在社交媒体上收到消息就跑到一个地方去，提前很早去拎着咖啡说，哎哥我来了，我今天想试试这个角色，或者说哎哥我今天，或者是别人叫我去帮别人搭戏。一开始还是会去个2、3次，到后面我就完全就是知道，哎呀，可能这个没有任何的帮助。然后我就产生了怀疑，我说哎呀该怎么办？然后我又跟自己的朋友说，我说我找一份适合工作比热爱更重要，也许我可能真的不适合。我觉得我懂你，我在北京试了1年戏。在一次跟我一个师哥电影学院师哥坐地铁回去的路上，他就看着我的眼睛问了我一句，严婷，你觉得你是一个平凡的人吗？我没有思考，我说了一句，我当然不是啊。然后他就笑了，他说我们其实都是很平凡的人，我们都很渺小。我俩就在那个电梯下面，我就看着他，我说不可能，我说我觉得我跟别人还是很不一样的，怎么样。我从小看的就是就是比如说超级英雄，或者说是这个男主啊，英雄救美等等等等。
对吧？我觉得所有这种少年都会幻想自己，比如中二啊，或者怎么样。我当然也会啊，我就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我觉得我自己能力不一般。而做演员天生就是被别人评价、被别人评判，也许我应该试着去习惯这些东西。然后直到我最近经过这个一些社会上的摸爬滚打吧，或者说一些经历的事情，我就觉得我真的其实是个很普通的人，不管是所有可以说是。我现在其实我积极的去认领我自己的这份平凡，而且我也很欣然去接受自己平凡，我其实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我认下我自己是平凡了，但是我想当一个平凡的英雄，我想做我自己的英雄，我想做我家里人的英雄，我想做我自己家小猫的英雄。我觉得你一定要去迈出这一步，爱是最大的力量，我真的爱你们。其实就是他帮我很多。哎，不要不要说这些，不要说。小李让我在外面充满安全感，让你嗨起来。你想想你妈妈。我希望 Viu 能做李延廷的英雄，好吧？你能懂这个点吗？啊！到谁去了？谁要去？你们要不去？我去吧。这谁绷得住？多多又一本正经了，我真绷不住。我最怕正经。不，我跟你讲，我最怕的就是多多玩一本正经，说实话，任何人玩一本正经我都还好。啊。我每次跟别人介绍，就刚开始的时候，我都会跟别人说，我是个阳光开朗、积极爱笑的大男孩。但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笑并不是都是开心的笑，有很多时候是尴尬，就是还有些时候是不知所措的笑。我平时其实就是那种有什么事儿都不太爱让别人知道，就有时候甚至连我的父母我都不会去向他们汇报，我不想别人看到我比较脆弱的一面。其实很少就是把真心话说出来给大家听。我其实消化这些方式就是自己一个人独处，可能睡觉之前就会想挺多，然后可能也会自己偶尔去吹吹风，然后去忘记，其实很少跟别人倾诉，因为我觉得自己不会表达。好，我觉得我说的差不多，我听听你们在说什么。多多真的挺可爱的。其实我一直想问多多，我们开心的时候你会开心吗？其实我觉得能给大家带来开心，其实我自己也挺开心。我是问你认真的，多多，你是那种就是看到大家开心，然后你才会产生这种开心的这种人吗？也不完全是。我能让大家开心，我其实就感觉自己可能一种变相的被大家需要吧。其实就是别看我们平时对你嘻嘻哈哈的吧，但是我真的觉得你有你自己的魅力，就是一定要自信哦。我觉得我们这个团如果失去它，我们会少掉很多的快乐。对，然后每天其实看到多多年的老大，我其实我发自肺腑其实挺高兴的那种感觉。然后老大这两个人彼此就是最好的朋友，其实是损友嘛。但你如果说真的对这个东西你不可以接受，或者怎么样，那你得说出来，你一定要说出来。如果你不说出来，我们会觉得，因为你也在笑，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个好像是 OK 的。
但是我发自内心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也是很自私的人，我允许我们开你玩笑，我不允许别人任何人开你玩笑。我觉得我其实来到大家这个团体，大家都对我特别照顾。我觉得我能遇见你们就特别幸运，然后我觉得你们真的也是一帮特别好的人，就是跟大家在一起学会了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个夏天会成为我人生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给你搞哭了，多。但是其实朵朵，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上表演课，你让我们开心出来，其实让我放松很多。是的，对，就有一个点就是你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或者快乐，但我不希望你没有欢乐或者快乐。对，你不要因为给我们带来快乐而让自己难受。对。因为我感觉我就是说话组织都很慢，所以我多多不是说话组织慢，他是先出表情再说话。哦，那这个绷不住了，你好，我就只能想到现在多多表情，你看，我笑，这个牙一歪，上嘴唇包不住牙齿的表情。我感觉德子每次说话都非常的，德子说话很戳人啊，很犀利。喂，约。先来个招牌的笑声，我听一下。你是人吗？你这是人类吗？哎，帮我换一下台，这个是小丑的电台，我要换个台。我们还是就是回归正题，去聊一下这个什么适不适合做演员。从小来说吧，我觉得我从小的时候就一直是一个乖宝宝，我家里管得挺严的。你真的过吗？真的吗？你真的吗？你真的过吗？真的，我真的，我之前不是这个样子，我之前话特别少，我特别内向。我不行。现在是怎么了？现在变异了吗？你是为什么变异的？我说实话，这就是我想讲的，就是变异的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当时小时候唯一喜欢干的一件事儿就是看电影，然后就是说实话，这个是我一上来接触这个行业的一个小的连接吧。喂，然后不应该啊，每天都有。你找呢，不可能，一般都能送到。我看你那个师傅他往门外开了。OK， 那我继续讲啊。在高中里边，我其实也会很好奇，就是你说我学了表演之后，我到底出来是干什么？我是当一个话剧演员，一个影视剧演员，还是说一个什么？其实我在高中没有想那么多，反正就是这样子，我就浑浑噩噩到了大学。其实在这段时间过程中，我其实也会一直问自己，就是做这个究竟是为了什么？但是我觉得，在我往这个演员方向走的路上，我碰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别人或者说是事情告诉我适不适合做，或者说是我做的意义是什么。可能适合都是在就是磨合的过程中变得适合，并没有说一个人天生就适合做演员。小卢，你的压力会很大吗？小卢是个开开心心往前做事儿的人，就是我不喜欢自己给自己特别多压力，我会觉得很难受。因为那时候我跟小卢一起演了那个纪灵的戏，我能感觉到他非常非常紧张，他紧张的就是状态非常不对。我觉得差不多出来了，但是我现在感情一点都没有。我想，我也很苦恼，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因为我认识你以来，我都觉得你是一个很松弛的人。那一天我是看到你最脆弱的一面，就是你从来没有就是那么慌张紧张过。其实不是慌张，我是觉得很烦躁。我其实并不会去紧张结果啊什么，因为我知道就是我肯定是会努力尽力去做的。那这个过程中，就比如说这种没有办法去演下去或者带入不进去，这个感觉是让我难受的。就是我其实是相信，就是所有人就生下来之后，他那个命它都是定的，你只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做到你最舒服、最好的就行。是这样，我就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其实是定好了。比如说你不能无法决定你出生在哪里，无法决定你很多东西小事，对吧？但有些东西我们还是可以去做一改变的。对，所以说我觉得你要平衡一下。哎，对，老李，我非常想，哎呦，老李，又黑山。对，我们就是能改变的，我们一定要拼尽全力；改变不了的，我们要去接受它。我觉得是这样，是这样。但我说实话，我觉得小鹿他这个想法，我觉得是很好的。他因为他能一直把他心态给来回平复，所以说你看小鹿他再怎么崩，我就说嘛，小鹿为什么就像个少年？他崩完之后他又可以回来，立马就回来。刚刚我说的嘛，就是我们之所以还是一个少年的状态，就是我们即使晚上被打碎，我们第二天还是会重新振作，还是可以领到剧本重新振作。第二天自动重对。希望你天天开心，真的。对，我希望你天天开心。我挺开心的。我希望你每天保持这么可爱，小鹿。对，希望你永远不管到多少岁都能像你现在这样。我觉得这个很难啊，我希望你能做到，但这个其实非常难，非常非常难。你现在这样非常喜欢。哦耶！因为陆亦辰，我说实话，我已经不记得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我在干嘛了，我也不记得那个时候我根本做不到。其实说白了，但我希望你能做到，好吧？我其实觉得他这状态不一定是好事，他这个年龄不应该想那么多的。他有一些超乎他年龄的成熟，但是我希望你那种乐观的劲儿永远一直保持。OK。我像他这么大时候，我在干啥？你俩就差1岁。一样大，你说啥呢，兄弟？我告诉你，多多，我告诉你，像那么年龄大的时候在干嘛？你在喝可乐的时候，夯。差不多了，出来拿下外卖啊？怎么说？我去帮你们拿外卖。喵。谁点的？太香了。谁吃东西吧唧嘴？只是很明显，声音有点明显。吴竟然这个出来只能吃残羹剩饭了，我感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既然有话说午夜电台。我叫吴既然。今天的主题是，我觉得我自己适不适合当一个演员。其实我自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也不想去想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我想做的一件事情。好了，我的外卖员打电话给我。入行演员这个行业，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需要非常大的勇气，也是我下的一个决心，就是几乎是抛弃了我之前的所有一切，然后去接触一个新的领域。然后包括我现在很想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讲。说吧，讲啊，今天怕什么？深呼吸噻。
其实在我还没有接触演员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就曾经跟我爸说过这么一件事情，然后我说模特这行业我现在做的其实还行，但是我其实更想做另一件事情，就我想做演员，然后。我还记得他那个时候，那时候我和我爸在聊天，在吃饭，然后他举起酒杯就对我说：“儿子，你想做什么就去做，我们都会支持你。”你不要去有太多的顾虑，你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当时很开心。其实做模特做了3年多的时候，我就做演员这个想法，但是当时一直没有决心，一直不敢去面对这事情，一直没有勇气去放弃这个模特这个行业。但是在去年，我爸因为就生病走了，然后可能也许就是命运的安排，然后就因为这个，我重拾信心，然后全身心的投入这件事情，也就是我前面说的，我放弃了之前的一切。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爸让我放手去做。这件事情一直是我这半年多的时间不想提及的一件事情。我以为我永远不会说。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你爸爸留给你的一份礼物，我觉得你一定要好好珍惜。是的，是的。加油吧，吴姐！加油，兄弟！加油！加油！如果我早点有那个勇气迈出那一步，也许我爸可能就能看到。这其实是我最纠结的一点，就很难受。他可能会看到的。你真的适合做一个演员，也能成为一个好演员。对，真的。好了，谢谢大家。谁去？安仔，安仔，太叨了，叨叨我们了，叨叨我，不知道说什么，真的很想对你说些什么，真不知道说什么。真的，我也是同感，老李同感，真的好无力啊，无力。我觉得珍惜眼前人吧，珍惜眼前人。
别站女继续啊。找谁了？麦子去了。唉，我都不想，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没事，继续吧，让他们继续吧。让无忌哥哥听一会儿。抱抱无忌哥哥。小鹿压力上你不重啊？啊，重吗？小猪压力上那么重吗？挺重的。滚，来吧，让无忌哥听一会儿，一会儿别人的。来上来，我不重。嗯。哎，我想跟你说，其实我觉得你有一个这样父亲，我很为你开心。不是所有人都会支持你去做一样东西的，就我感觉就说出来心里也会舒服一些。其实我不是一个我会把脆弱一面展现给大家，然后让大家同情或者让大家流泪怎么样的，我不是那样。我知道那样的一个人。我知道你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想到了，然后就说出来了。一种体验嘛。啊。安仔开始吧。安仔。开始吧，安仔，说吧，安仔。其实我也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讲。先摸一声。开场可以。笑了，我竟然笑了。来吧。今天说啥来着？说适不适合做演员？对。我觉得我适合，但现在这个阶段又不太适合的那种，知道吗？那你到底适不适合呢？其实有点难回答，因为我之前其实我性格比现在更内向一点。当时我很小就开始做互联网，就是怎么说，我从12岁，因为我性格内向，再加上我又给我自己贴上了一个标签，就是网红。安仔，就是别人叫你网红，就是有那种调侃你的意思吗？会不会有那种？我觉得有些会有，就是被人贴上标签了之后，就开始慢慢，就是不敢接近别人，就不敢去表达自己。我当时没有交到什么朋友。现在交到朋友了吗？现在我交到了9个大哥哥朋友。大哥哥是狼，大哥哥。安仔刚进来的时候，就是我跟他说话，他都不敢跟我说话，现在都主动过来找我，叫我林哥，我感觉特别感动。就你每次叫我林哥的时候，每次我都会就像是我当爷爷一样，我想笑，我看他，我想慈祥的笑，姨母笑。你觉得这谁绷得住吗？你太有感染力了，太可爱了，你知道吗？就太可爱了。安仔，想听你叫每一个人一声。我按照什么排名顺序说？随便。年龄最大。我想一下刚刚的座位顺序啊。林哥。陆哥。多哥。力哥。还有佑哥。后面坐的是鹿晗哥，老大。然后德哥、伯伯哥。等一下啊！最后一个了，是不是？小吴哥。吴哥，无忌哥哥。无忌哥哥。反正跟大家在一起，我确实自信了很多。然后，反正非常感谢你们。叫哥哥，加油！叫哥哥，加油，哥哥！
Hello， 各位，大家晚上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郑有成，然后大家可以叫我小右。今天的主题叫做“我适合做演员吗？”没接触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非常适合做演员，我觉得我简直就是影帝来的。直到我真正接触他的时候，我才知道真的有很难。到我慢慢的在剧组啊去感受、去研究这个剧本、去研究角色、去越来越靠近我的角色，我的内心与我的角色有搭钩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有成就感。如果当时你问我适不适合做演员，我会回答我适合，但现在我也会回答我适合，因为我觉得没有适不适合这一说，我只要喜欢，我热爱它，我就一定能做好。我也希望能做一个优秀的演员，完全可以。其实比起去演戏，怎么说呢？我感觉自己很多时候是不是在扮丑、做综艺效果什么的。你好啊，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的郭龙。我不太想做那个综艺效果，其实我想把每个事情都认认真真的去完成好。我拿到第1名了！我也想一步一步的把我的表演变得好起来。都是假的！给我看！你给我看！范冰波欠我的！虽然名次就在6、7、8、9这4个地方徘徊，但我觉得我有一次比一次做得好，这就是我们来这里的意义。我觉得，真的。这50分只是今天的一个评分而已，我明天可以做得更好，我也会做得更好。我觉得我需要是沉淀一下，承受它。我觉得小右比我上次见的要进步特别大。郑成挑战成功。谢谢朋友们，谢谢朋友们，非常感谢和你们相遇，再见。小陆，舒不舒服？然后我帮你测一下，我刚刚也用这个。对吧？还好，你先那啥一下，正常吗？感觉快烧起来了，先贴一张吧，我先摸一下，有点热。对啊，我先贴一下。测一下，很开心。37度。我感觉这个夏天37度3。小鹿快烧起来了啊！现在能听见吗？现在能听见吗？可以听见，可以听见。今天的这个问题是关于我适不适合做演员。适不适合？我觉得是适合的，就是我要不适合的话，我也不能干这个吧。我走上演员这条路呢，就是可能就是小时候吧，小时候就挺喜欢的，然后就看电视剧啥的或者电影啥的，就是会模仿。那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自己以后也想做一个演员。我可能跟大家不一样，就是我从小我1岁到10岁的时候，不是跟我父母生活在一起，也没有见过我父母。我是在姑姑家长大的，差不多。我记得我第一次见我妈的时候是我6岁吧，我见她的第一眼，喊她的第一句话是阿姨。然后我姑跟我讲她是你妈妈，因为我小时候一直管我姑姑嘛叫妈，认为我姑姑就是我亲妈。但是小时候吧，就是后面知道这事儿的时候，可能会对于我心里面会有一些影响吧。然后小的时候可能就想着，
为啥别人的父母就是都能陪在身边，然后吧，我就是就是一直在就怎么说就姑姑家嘛。然后吧，就是适不适合，就是一开始其实一直觉得很适合，然后到最近就是来到这个综艺里面，其实有点质疑了。然后这个排名机制搞的，然后也发现了自己很多的一个问题。还是动作要再多练啊，慢慢的练，反复的练啊。伯伯，你最近有在练舞吗？你跟上次考试没有任何变化，还是在乱跳一气，你基本的动作的框架都没有。但是及时发现问题是一件好事嘛，就慢慢去把它改掉。我觉得他现在的焦虑是因为他害怕失去了，如果有一天会跟大家告别或者什么东西，他害怕这些东西。所以我也不希望，哎，反正真的这个话不说了，好难受。既然我已经选择了干这行，我觉得反正要坚持下去吧。最后吧，再说一句话吧，就是莫欺少年穷 ，best， 你一定可以的。best， 爸爸，干就完了，干就完了。哎呦，干就完了 ，OK 了。哎呦，干就完。好，欢迎来到这次的晚安电台，我是林实业。然后这一次它的主题就是我适不适合做演员。谈到我自己跟演员这个行业，其实在1年前我可能回答就是我不适合做一个演员。觉得演戏哇好难啊，我怎么去成为另外一个角色？我说这怎么可能？我一面对对手演员，我一面对老师，一面对那么多人看着我，就会非常的紧张。我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在这里面放松。我觉得在这里我学到最宝贵的一课就是人生是得松。我慢慢的把自己沉下来，去享受这些东西，去享受这个表演，享受这个训练营。所以说我就也送给大家一首歌，也是我自己非常爱听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段经历就像是我不小心搭上了一个就是过站的一个高铁。然后我刚开始非常的迷茫，非常的无助，我不知道前方是什么。我可能进了一个隧道，我就害怕可能会发生什么意外，我不知道下一站等着我是什么，等着我是惊喜还是惊吓，我只能先坐过这一站再说。但是当我去享受这段高铁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它不是一个走向未知的一个高铁，它可能是一个带领我走向春天的地铁。尽管我们前方可能会经历寒冬，这个寒冬可能会非常的冰冷，但是过完冬天，下一站就是我们开往春天的地铁。我们就可以看到春暖花开，我们可以让自己在最绚烂的日子做最自由的自己。加油吧！下一站，开往春天的地铁。欢迎收听今天的这个电台。哎，我先说是最开始怎么接触这个演员的吧。刚来北京的时候，
喜欢跳舞嘛，然后我就来北京了，也接触了这个拍戏嘛。我试戏的前一天晚上根本就睡不着觉，因为我觉得很尴尬，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假，我就感觉特别不自在。拍戏的那段时间，觉得特别焦虑，特别内耗，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收入也不是特别理想。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没有再去做演员了，然后就回来做自媒体了。然后机缘巧合来到这个节目吧，反正其实之前也有人问我说，为什么好好的这个网红不做，我又回来当这个演员了。当时就是心里有憋了一股劲儿，就是觉得这个路没有走完，想再坚持下去，就是怕以后会有遗憾，怕以后会后悔吧，没有做该做的事儿。因为现在已经24岁了啊，21岁。对，我说我再过2年，我估计就是更没有这个机会来当演员了吧？那你现在开心吗？虽然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点疲惫吧，但是我说真心话，跟大家相处这段时间真的是蛮开心的，真的是我真心的跟大家交朋友。因为其实我平时都是自己一个人嘛，跟爸妈基本上都不怎么联系，做什么决定都是我自己做主。然后在北京这几年，工作剧组基本上没有交过朋友。在这节目里，我真的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吧。我相信等这个节目录制完后，我们还能是好朋友吧。肯定是，还能有联系吧？还能有联系吧？这个节目录完之后，我们此生再不相见。我们此生不会再见了。但说实话，确实是之前也经历过，比如说在录制的时候，关系很好，后面慢慢的感情就淡了嘛，确实也有这样的嘛。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友谊能长久吧。不会的，德哥。不会的，你回头看这个片子，你会想起我们之间点点滴滴。反正真的，我觉得真的挺开心的吧，跟大家相处这段时间。因为就是我人也比较哀嘛，就是以前很多时候都不太合群儿，就包括我们录制的时候吧，有的时候大家一块儿笑哈哈的呀什么的，其实有的时候我笑不出来，但是我会但是我会跟着你们去笑，就是但是有点尴尬，就感觉我如果不笑的话，我会很不合群儿，你知道吗？但是你真笑不出来吗？这个装笑你有多少次？你告诉我，你今天有没有装笑？我感觉我说实话，每天都会有一点，但是呢，我每天有很多是我真心流露的笑。其实德子的真笑和假笑其实挺明显，很明显，非常明显。我觉得德子想干什么事情都写在脸上。德子的真笑其实还很爽了，真笑是这样，要假笑就，对，那个呵呵那个确实是就是有点强颜欢笑了，我有点。德子少男藏不住心事，德子每天被我们这群社交悍匪熏陶，真的是社交悍匪，你知道吗？然后反正就是希望我来这儿就是能有一个好的收获吧，我也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好的成绩，能有一个好的收获，希望我们的友谊能长长久久吧。希望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大家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然后都会有收获。笑什么？你出来就知道了。你出来。好，那行了，那可以了。好，晚安。晚安。给你说。我说我那么认真，搁这笑什么呢？你就问我，但我觉得当时咱俩见第一面，你会主动跟我去聊那个，因为当时我也是没什么话嘛，咱们第一次见面。我其实挺在意别人的想法。谁呀？吴涵。吴涵。Just say goodbye
你不来，我永远都不知道他们有这么多面。自信一点。真正的神来了，看好。我是第一次见他今天这一面，我被吓到。下着地的那一瞬间，我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我觉得少年就是我们每天被击碎，第二天看到太阳我们又爬起来，踢完直接就下。Every little tear can fly. Watch yourself become the light. Let the lonely turn to white. Kiss the past and let it slide. Hold your own hand, hold it tight. Now to the sky. Alright. 貂皮大魔王。哇！窗外盛放的花海，期待夏天的到来。每周二中午12点 ，SVIP 2期连更 ，VIP 抢先看6天。周二、周三 SVIP 专享2档衍生节目连更，看少年们挑战不同的游戏，给彼此写同学录。每周都有更多精彩花絮。接下来我们进行的是桌布拍照游戏。哇！来，上来。哦，你在叫什么？这个人妈赖他妈阴的。小林好阴呐！好阴！哇，好阴呐！啊！他先倒，他追我的球。下面就是我的故事录制的环节。好，来吧。一会儿我第一个先锤你。我第一个先锤你。惊雷，惊雷！你用为天塌地陷，我先锤。你看多多，模仿能力还挺强的。你刚刚你的下巴一直在动，我都没法活动。哎呦我天！天啊，大粉红色立住了，这是我的幽默。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师傅，师傅，希望各位大侠今天能够在这次武术课上能够学到更多的中国文化，用一个动作展示你的勇气来。乌鸦坐飞机，你躲吧。哦，不行不行，你这个像小猫咪，发生什么事了？哦，小虎，我的小虎，吃饭，开饭。不是你还敢尝味道？这个有点吓人，这个是真吓人。但是我不要吃，我绝对不吃啊！不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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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吃。他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点不受控制。